每日中文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中文。在这里学中文变得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王玉。我是林珊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林珊，今天你怎么样子？哎呀，王老师，我今天头有点疼。哦，头疼？怎么啦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不是生病，是因为我每天都在脑子里翻译。在脑子里翻译？对呀，我想说一句中文，我的大脑要先想英文，然后再把英文变成中文。我的大脑太累了，感觉就像一直在运转的机器。我太懂这种感觉了。其实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问过我这个问题。他们怎么问的呀？他们问王老师，我怎么才能用中文思考呢？用中文思考，这太难了吧？我的母语是英文啊。不难，一点儿也不难。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开始用中文思考。太好了，那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呀？第一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叫做给东西贴标签。贴标签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林珊，你看这个东西，你脑子里第一个词是什么？缝。停，这就是问题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看到它，你的大脑必须直接说手机。哦，看到水，我不说 water， 我直接想水。非常好，这就是建立直接的反应，让中文直接和这个东西建立联系。也就是跳过我的母语，直接想中文。没错，比如你喝咖啡，不要想 I am drinking coffee， 而是直接想喝咖啡。走在路上，看到红色的杯子，直接想红杯子。看到树，你想树。这个方法很好玩，就像一个游戏。那我连句子也这样想吗？其实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造句的时候总是卡住？对，因为总想在脑子里造很长很复杂的句子，就像英文一样长。比如，你想说，我今天没有吃早饭，所以我现在有一点饿。用中文想这句话太难了，所以丢掉它，用最简单的中文想，我饿了。就这么短吗？对，我饿了，我要咖啡，我在家，越简单越好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可是，王老师，如果我想说长一点的句子呢？中文的语法和英文不一样啊。问得好，这就来到了中文里非常重要的一条表达习惯：时间、地点、做什么。时间、地点、做什么 ？Time, place, action？ 对，在英文里，你们喜欢先说做什么，比如 I study Chinese at home today， 先说动作 action， 再说时间和地点。但是在中文里，我们必须先说时间，再说地点，最后说动作吗？严格来说，在中文里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先说时间，再说地点，最后说动作。这不是绝对规则，但这是最自然、最常见的表达方式。所以是今天，也就是时间，加上在家，地点，加上学中文，动作。完全正确。今天我在家学中文。哇，为什么要这样排呢？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中文的表达习惯有关，强调先交代背景，再说动作。交代背景，听起来很特别。对，比如明天和在学校是背景，看书是动作。先把背景铺好了，在这个环境里，我们再做动作。我明白了，时间加上地点，就像一个大舞台。有了舞台，我们才开始表演，也就是做动作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。只要你每天用这个背景加动作的结构去想，很快就会变成自然的反射。哇，这个 aha moment 太棒了！那王老师，我们在说用中文思考，可是我的脑子总是忍不住想英文，怎么办？这就需要我们每天给自己5分钟的无英文时间。不需要一整天吗？一整天太难了，只要5分钟或10分钟，找最轻松的时候，比如散步的时候、吃饭的时候，
洗澡的时候。在这5分钟里，我的脑子里不能出现一个英文单词吗？对，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词怎么说呢？比如你想说这个事情很 complicated， 但是你不知道中文怎么说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就卡住了，脑子就死机了。别慌，这个时候要记住一句话，一开始流利比准确更重要。流利比准确更重要。对，用你知道的词，不要找完美的词。你不知道 complicated 怎么说，那你一定知道简单怎么说，对不对？简单我知道啊。那这件事情很 complicated， 也就是这件事情不简单。哇，不简单。对呀，这也是一样的意思呀。没错，不要被完美的词卡住。不知道怎么说 delicious， 你就说好吃；不知道怎么说 exhausted， 你就说很累。只要能表达出意思就好，用我学会的简单的词去代替那些难的词。完全正确。那如果你真的想不出中文，用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中式英文 Chinese？ 可以，这也是很正常的过程，接受一半中文一半英文。比如我想去商店，我可以想 I want to 去商店。非常好，这说明你的大脑已经努力切换到中文频道了。不要强迫自己一开始就完美，一半一半，慢慢的中文就会越来越多。原来这样也可以，我感觉我的脑子越来越轻松了。其实关于怎么培养中文思维，就像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提到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上一期，我记得，不要记单个的词，要学整块表达。没错，不要记我觉得，直接想我觉得 I think， 直接想有一点儿 a little。这也是让脑子变快的好方法呀。还有，就像我们上一期说的，自言自语，每天在脑子里问自己2个问题。哪2个问题呀？第一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？第二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比如，我现在在喝咖啡，因为我很累。对，每天重复想这些你经常做的事情。我要工作，我很累，我要睡觉。每天都这样想，1到2个星期后，脑子就会自动跳出中文了。完全正确，而且大家别忘了我们上一期教的超级武器——圣引跟读法。一边听一边在脑子里跟着说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你就是那个中国人，用他的语气和感觉去想，这是最接近母语者思维的方法。哇，王老师，今天的方法太全面了，从看到东西开始，一直到造句子。是的，只要跟着这些方法做，你的大脑一定会爱上中文。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吧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第一，看到东西直接想中文名字，让中文直接和东西建立联系。第二，用最简单的短句子思考，越简单越好。第三，记住最常见的表达习惯，先交代背景，也就是时间和地点，再做动作。第四，每天5分钟无英文时间，只用中文想。第五，一开始流利比准确更重要，用简单的词代替难的词。第六，接受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思考过程。最后，别忘了上一期我们说的学习整块表达，每天自言自语，还要练习圣引跟读法。这些方法真的太有用了，听众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学到了吗？不要光听，明天早上起床就开始用中文想一想吧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方法呢？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很爱看大家的留言哦。如果觉得今天的播客有帮助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在每日中文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勇敢地用中文思考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